大家好，盼了好几天啊，总算又盼到了一个出太阳的天气。这几天呢，因为连续下雨啊，就没有出来骑行。今天呢是3天之后吧，第一次出来骑行。那我们就随意的骑一段吧。前几天呢，还跟大家说起啊，这个单车呢就放在地下停车场啊。那天早上去就没气了，结果呢不得不打了气以后啊，骑出门去，结果回来的时候呢，发现又漏了很多气啊，所以在半道呢又一次打气，还说着呢就肯定是轮胎啊哪个地方漏气了啊。所以呢就想着要补一下，结果呢今天我就带着工具啊，准备先补胎啊再出门，谁知呢过了好几天，它这个气还相当的足呢，这就有点奇怪了啊，就不知道到底是为啥。明明呢这个轮胎啊应该是漏气的，但过了好几天呢居然它也没有漏啊。我在想的可能只有一种原因吧，可能是那个气门嘴里面的那个芯啊位置的问题。就如果你这个位置不是特别正的话呢，它有可能有一些漏，而你在打气的时候呢又不知道怎么搞的把它给弄正了啊，所以呢它就不漏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所以今天也不敢骑太远了，就出来健身的骑行一段吧。
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啊，一会儿呢我来到了加拿大，已经快3个月了啊。在接近3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在温哥华还有呢多伦多，也就在这2个大的都市圈的周围呢停留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温哥华，借着朋友的单车啊到处闲逛，第一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以这种休闲的方式，同时呢也是骑行啊，算健身，到处走走啊，更多的更细微的了解到了加拿大人的一些生活状态啊，特别是时隔很多年以后啊，觉得这些都是这次旅行的主要的收获啊。而多伦多呢，同样的也是通过在downtown的闲逛，要不呢就是租车出游，领略了大多伦多的城市群的风采啊，还忙里偷闲的去美国看望了我的一位老朋友，更是给这次旅行增加了很多的新鲜感。Yeah, but me, I'm born again. 当然了，凡事总是有收获，就要付出一些代价啊，或者是有得有失吧。比方说，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天气问题啊。就无论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啊，都是处于北半球纬度很高的地方，所以每天的时间里面呢，就是日照短，天黑的非常的快啊，而且呢，几乎每隔1-2天呢，就是阴雨绵绵啊，地面呢都湿漉漉的。刚开始来的时候呢，看到天气预报连日都是下雨，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沮丧啊。但后来就发现，其实即便是下雨的天气，它一天当中也会有1-2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的阴天啊，就是不下雨的时候。所以呢，就试着踩着这个时间点外出骑行，结果就发现其实也是可行的，因为呢，每天的骑行时间是不需要很长时间的，也就是1-2个小时、2-3个小时而已。那有时候呢，就等到1-2天云开日出的时候，那更是要抓住机会去规划一段稍微长一点或者景色更优美的地方的骑行。那么基本上呢，这1-2个月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在这段时间的骑行当中呢，反而有一种挑战天气，在这种天气时好时坏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些机会达成骑行的目标，我觉得还是有些小小的成就感。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一段的旅行还是带来了不小的收获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视觉上的，并且由此带动的一些思考，
一些感悟啊，我觉得都是弥足珍贵的。转眼呢，已经来到了 Metro Town 这边了啊，前方就是 Skytrain 车站，右手边呢就是 Metro Town Center 这个大幕啊。
现在呢，我路过右侧的本南比图书馆啊，我先过图书馆而不入，先去办点事啊。如果等一会儿有时间呢，再过来看会儿书。好，我们先把我的单车先在这边停一下吧。我现在呢已经在回家的路上骑行了。现在呢告别埋球烫这边新的一条街道啊。这些年呢，这些街道真的是变了模样，主要呢就是拆旧建新啊，就那些以前的结合式的住宅都被拆除，变成了新的街区，多了一些现代感，也反映着一个城市啊在更新换代中的面貌的变化。
昨天我就看到网上的一个帖子，说是在多伦多万景那边有人在那边抗议，抗议什么呢？就是万景啊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中心区域啊，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的那种高层住宅，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梅丘烫这边的情形啊，也就是说呢，会有很多的人口的流入，使得当地那种比较喜欢安静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呢，心生不满啊。所以众口难调，城市必须发展，但是呢，城市发展也会打破一部分人的一种惯有的生活方式，而且呢，肯定会把当地的地皮炒高，房价呢变贵，生活成本呢会大幅度的上升。现在我骑行在天水围上面啊，看到前方又乌云密布了。早上还是阳光灿烂的啊，所以呢，这边外出啊，真的必须要看天骑行才对。我一直没注意啊，我的右侧呢也有一个 HSBC， 就是加拿大汇丰银行，但是呢，就在12月底啊，才过去的1个星期之前，就对外宣布啊，加拿大的汇丰所有的门店呢都被 RBC， 就是 Royal Bank 全资收购。今天我到银行去办事的时候呢，也询问了一下银行的工作人员。总之呢，我们也相信啊，跟一般的这个储户来讲啊，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到了3月底，整个的招牌都会变更，系统呢也会升级。那随后呢，相信也会有一些规则上面的小小的变化啊。但是对于这些现有的银行卡、现有的账户里面的钱等等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啊。但是呢，也都要等通知。我又到了这个加油站了啊，稍稍的打点气吧。早上感觉这个轮胎啊气还行啊，但回来的路上呢就感觉明显的漏掉了一些，就跟那天情况有点像。但是先不管它了啊，肯定是某个地方有一点微生漏而已。趁着天还没下雨啊，赶紧回家去吧。今天呢，我到梅丘烫去办事啊。办完事以后呢，我觉得还有点时间，就去了本拉比图书馆呢，看了一会儿书。
没有机会啊，坐在图书馆里面啊，享受着空调，敞开的书架啊，在那边阅览，闻闻久违的书香。即便是随手翻阅啊，多少也是可以感知到每一本书背后的作家他的思考，他想要表现的一些东西啊。这个里面呢，不仅会让你知道一些你可能知道一些，但是呢并没有深入了解的事情。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些事情啊，有时会触发一些小小的思考。当然这些思考呢也都是比较随意的，也不见得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拨乱反正的。思考，也就是说呢，阅读啊，更多的它也是一种休闲，或者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呢，也是一种文化的粮食需要。就跟我们平时骑个车啊，就是为了让身体稍微的变得有些活力啊，再加上能够有机会看看书呢，也让自己的脑筋啊保持在一种比较活跃的状态啊，我觉得这个就挺不错。可惜呢，很快就要告别这里了。等以后有机会啊，再回到这边来，多做这样的身心方面的休闲。前方呢就快到我住的地方了。今天也是一段随意的骑行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啊合适的让自己身心愉悦的方法，享受生活，开心的生活。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次出行再见，拜拜。